阁主大人，属下刘光。今日考核一名新进的炼药师，他说想要见您一面，跟丹阁谈一桩生意，必须要阁主亲自定夺。阁主大人，一个新进的炼药师能有什么生意和我谈？刘光，你也是阁里的老人了，怎么连这点小事也要来打扰我？此人非同一般，属下思量再三，阁主还是见一下的好。哦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此人怎么个不一般？新进炼药师是一名18、19岁的少年。18、19岁的少年，这倒是挺稀奇的。此人在第1轮笔试考核中得了满分，第2轮的控火考核施展出了九焰宝塔法，第3轮炼制考核更是直接炼制出了12枚特等1品真元丹。有意思，我突然又不忙了。既然他想找我谈笔生意，那就走吧。我倒想看看，这样的天才究竟长什么样。是个女人。拜见阁主。你就是那个非要见我的新晋炼药师？清晨，这便是我们丹阁的阁主萧雅，还不快快行礼？那前臣拜见萧雅阁主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，便已是1品炼药师。听说你要和我丹阁做笔生意，不知什么样的生意非要本阁主亲自出马？阁主大人莫急啊，不如让流光大师将我方才炼制的1品真元丹拿来，让阁主品鉴一下。那好，我就看看公子炼制的丹药是否真如流光所言那般厉害。特等丹药，大道自然，到手无缺。阁主大人不妨品鉴一下此药的功效。真元丹而已，有什么不同吗？阁主，阁主，您怎么了？不会是这丹药有什么问题吧？前臣，你到底对阁主做了什么？我没事。阁主应该感觉到了吧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我只是将炼制的手法进行了一番改良，药材的配比也进行了一番优化。改
改变炼制手法，就能将这药力提升1倍。什么？这同样的材料，药力却提升了1倍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也品尝一下。是。怎么会有药力如此浓郁的真元丹？1枚的功效抵得上普通的2枚不止。吸收的速度远超普通真元丹，这种丹药若能在市面上流通，足以颠覆整个大玄国的丹药市场了。清晨，你难道真的打算将这种丹药交给我们丹阁运营？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所有的药材和炼制成本全由丹阁负责，我要利润的50%。不提供药材，不参与炼制，还要分50%利润，你这哪里是合作嘛？分明是抢劫呀！真元丹本身就是薄利，我丹阁既出材料又出人力，还要分你50%的利润，着实是有些过了。你这丹药虽好，可我丹阁却未必有多少利润。谁说我要交易的只是这1品真元丹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这儿有一张2品真元丹的上古丹方，不知道阁主有没有兴趣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丹方，阁主可以看一下。阁主，这丹方是真的吗？如果这个丹方是真的，那咱们丹阁可就发达了。十有9成是真的，这丹药真有他所说的那般功效。一旦投入生产，不但我们大玄国，甚至整个西北5国的真元丹市场都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什么？不知萧雅阁主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如果实在是不满意的话，就不浪费彼此时间了。且慢，若你手上的丹方真如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可以做出。只不过，这分成比例……据我所知，大玄国的所有丹药市场，目前都掌握在丹阁手中了。我觉得，聚宝楼应该非常想掺和进来分一杯羹。阁主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况吧？55分成对丹阁来说，利润也十分可观。想不到阁下小小年纪，竟对这丹药市场如此了解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阁主果然是明白人。阁下就不怕我丹阁拿了这丹方反悔？区区2品丹药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宝贝。想必阁主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？这可是能够颠覆西北5国真元丹市场的丹方，还不算宝贝啊！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我丹阁做事，向来说1是1，说2是2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此次合作除了这枚丹方以外，还希望阁主能帮我炼制几枚丹药。这是所需的药材。这单子上都是一些市场上较为稀少的药材，且数量不在少数，
很难找到。你什么时候要？10天左右吧。等药材集齐了，派人通知我便可。陈木在。欧阳城在。马上将这单方上的药材准备齐全，送到我的炼制室。是。流光，你去查一下这秦晨的来历。是。阁主大人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炼制了吧？你说这丹方到底是真是假？先等等，一炉2品真元丹，有半个时辰就会有结果了。萧雅阁主这么快就出来了？莫非这丹方是假的了？谁说丹方是假的了？啊？可这才一盏茶的功夫，怎么阁主就炼制成功了？自己看吧。这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真元丹？阁主大人，属下已经查得秦晨的来历，此人是定武王的外孙，之前一直未曾觉醒血脉，前不久一举觉醒，竟然获得天星学院年末大考冠军，如今是王都的传奇人物。哼，看来此人背后之人非同一般啊。大人的意思是？你们不会以为他一个少年会凭空拥有如此珍惜的上古丹方吧？在他背后，定然另有他人。您是说定武王？定武王虽强，也只不过是在大玄国罢了。此人背后之人，绝对超过了5国层次。传闻定武王的女儿秦月池当年拒绝陛下诏令，离家出走，后来未婚先孕，能让这等女子折服的男人，岂会简单？现在看来，果然非凡。来，搬到那儿。晨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娘就要请左统领去找你了。娘，这里毕竟是王都，孩儿能有什么事啊？昨天刚遭遇刺杀，你今天就失踪了一整天，你二娘怎么能不担心你啊？他们竟然派人对我们母子下毒手，娘已经写信给你外公，这件事情，娘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魔族为祸，古域大乱。上神秦晨降世，除魔卫道，荡清宇内，被尊为武神。皎皎明月与君语，潺潺流年与君同。芸芸花落与君老。陈哥哥，
希儿，你说这天道究竟是什么？日月与清，朝为日，暮为月，清为朝朝暮暮。我只想与陈哥哥相伴一生，哪管这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天之恩惠，想让我们在这天道轮回之中，感受芸芸众生。陈哥哥，我们是五欲之主，这众生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，又与我们何干？希儿，你不懂。众生皆苦，就犹如这花瓣一样，只为了绽放的刹那，便会消散如烟。希儿，我们希儿，你陈哥哥，别怪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。希儿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如此对我？少羽，雷电合。贤臣，看我的星河绝印！哼，贤臣，就算你修行绝世，也难逃我的手掌。项羽，
清晨，你中了天绝之毒，一身神通十不存一。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困住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天魂剑术，希儿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秦晨，无论你怎么逃，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希儿，少羽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们一个是我最爱的人，一个是我兄弟。为什么？清晨，在你出现之前，我和少羽便是两情相悦。之所以愿意和你朝朝暮暮，不过是为了利用你。本想把你当做一个踏板，没想到你这个家伙还挺有能耐，一路开疆拓土，替我建立了天武帝国。也不枉我这么多年和你虚情假意的做兄弟，还要忍受日复一日你和希儿卿卿我我。和你相处只会让我感到厌恶。我和少羽早就约定好了，等我们成为9天5地之时，便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届时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回到他身边。秦晨，我承认，你的确是个人物，能凭一己之力在五域成为一代传奇。很可惜，今日你就要命丧于此，成为我开国的祭品。不过，看在多年兄弟情分上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只要你留下一样东西。你们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了。你闭关多日不出，想必一定是在研究从神禁之地带出来的那件神器。只要你留下的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我前尘看破了天机，却没看透人心。我追逐了半生，都在与天命抗争，没想到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少羽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我前尘贪生，却从不怕死。小心！
想死没那么容易。你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斩断你的三魂七魄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陈儿，陈儿，我这是……你终于醒了，陈儿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娘亲还以为你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个样子啊？听学院的人说，你和文夏公子诀都是真的吗？他怎会对你下此毒手？这不是存心要我孩儿的命吗？别杀我！陈儿，你怎么了？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感受都是那么深刻。上官希啊，风少羽，他们都是谁？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种命数，让我脑海中多了这样一段记忆。没事吧，陈儿？我没事。你都已经昏迷3天3夜了，吓死娘亲了！以后再也不许你行事如此鲁莽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让娘亲一个人怎么活？孩儿知道了。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快喝下这汤药，补补身子。娘亲年轻的时候，号称大选第一美人，是王都无数王侯公子爱慕的对象。提亲的媒人带着礼物踏破了门槛，甚至于当今圣上听说娘亲的美貌，都有意纳她为妃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娘却突然离家出走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3年后，娘才回到秦府，怀里还带着一个婴儿。未嫁生子，这在整个天武大陆都是极为忌讳羞耻之事，属于不守妇德。若不是我的外祖父力排众议，以秦家的血脉名义收留了我们母子俩，恐怕我跟娘亲早就被逐出秦府，流浪街头了。陈儿，虽然这一次你没有觉醒血脉，但是不要紧，
以后还有机会。没有觉醒血脉。哪怕你成为不了一名强者，也没有关系。娘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不会被这点挫折击垮的。既然如此，娘就放心了。大小姐，开个门还这么慢吞吞的。胭脂，晨儿刚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不要惊到她。哎呦，原来陈少爷醒了，那可真是恭喜了。你来干什么？陈少爷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可不是来找你的。大小姐，你和我们夫人的约定应该没有忘记吧？晨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娘出去一趟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。傻孩子，娘就在这王府之中，你好好休养身体，娘亲去去就回。娘，你告诉我，你跟赵夫人到底约定了什么？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本姑娘告诉你得了，你娘答应了我们夫人今天和齐王爷见面。现在齐王爷已经到了大厅，就等你娘过去了。你可别坏了我们夫人的好事。你说齐王赵启瑞，赵凤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竟然让我娘去见赵启瑞那个混蛋！你，滚出去！你是什么？大小姐，看你教的好儿子！你和齐王爷的事情，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想反悔不成？不可能！赵启瑞那个狗东西，之前来找过我娘多少次，都被我娘一口回绝了。我娘怎么可能答应他？这你得问你娘亲啊。晨儿，你伤病初醒，当心伤了身子。娘只是去见他一面，不会如何的。娘，你现在去见他，岂不是往火坑里跳？陈少爷还有脸问？当初你与人私斗昏迷不醒，眼看就要活不成了，你母亲恬不知耻的在我们夫人门外跪了一夜，求她赐下回神丹。要不是我们夫人……你住嘴！赵夫人当初可是答应过我，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。母亲为了救我，却受了这般屈辱。大小姐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走。娘，我们哪儿都不去。从今天起，孩儿不会再让您受半点委屈。至于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叫你一声陈少爷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少爷了？放肆！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只是秦府一个丫鬟。哎呦，大小姐还跟我显摆起来。夫人早就料到你会出尔反尔。来人呐，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，别让夫人和贵客久等了。大小姐，得罪了。谁敢动我娘？你这个废物！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做主，还不快将大小姐带到客厅去！夫人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陈少爷，是赵夫人让我们带她走的。倘若你执意阻拦的话，就休怪我们两个不客气了。不要命的话，可以试试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娘！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信不信我按家规把你们流放3000里？
一辈子翻不了身。胭脂姑娘，他秦晨毕竟是秦家的人，当真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咱们这些下人可没好果子吃啊！哦，是谁要流放谁呀？夫人，这么小的事儿都做不好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奴婢无能，请夫人责罚。先退一边去吧，丢人现眼。是。哎，月池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没想到啊，我这外甥昏迷了几天，变得这么有胆量，居然要流放我的人，哼，还真是长志气了。赵夫人，晨儿她还年少，只是一时冲动，口无遮拦，还请夫人不要同她计较。年少，身为秦家子弟，不知勤学好进，却在学院与人私斗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欺辱下人，违反秦家家规，该当何罪啊？晨儿她并非有意，该当何罪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你身为秦家主母，却纵容下人随意欺辱秦家子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秦家家规。你和王都声名狼藉、为人不耻的淫徒来往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妇德。哎，这我今日是特意来看月池妹妹的，你怎么连本王也给骂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齐王爷，那我家王兄说的没错，这个赵夫人祖上与王氏也有些渊源，称我一声王兄也不算僭越呀。我可没说你就是那个淫徒吧？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即使身为兄妹，私下幽会，也的确有违伦常之举了。赵夫人，你身为皇上御封的诰命夫人，本应该成为天下妇人的表率，行为端庄。此事若传出去，秦家还如何在大玄国立足啊？你简直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我拿下他！谁敢动我晨儿？大小姐，抱歉了。秦晨，你竟还敢还手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！来人呐，家法伺候，以儆效尤。大胆，还不快把剑放下！放下！晨儿不要！您放心，孩儿自有分寸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看过分的是你啊，赵凤。这，以后谁再敢打我娘的主意，下场就如同此晚。赵夫人，你不是说跟月池妹妹说好了吗？齐王爷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！解释什么？哼！月池妹妹，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，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
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。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走。哼，月池妹妹，今天这事儿，本王并非有意冒犯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齐王，请自重。啊，月池妹妹，闭嘴！如果你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。秦勇，别在门外站着了。是。把他给我就地正法。陈少爷，你还是束手就擒，乖乖听从夫人的发落吧。想让我束手就擒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既然如此，恕老奴僭越了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这小畜生简直反了天了，不仅打伤了护卫，还弄伤了齐王爷。够了，你还嫌闹得不够吗？这可不是我要闹，是这个小混蛋。他是你外甥，他要是混蛋，我们秦家是什么？你身为秦家主母的仪容呢？秦王爷，我秦家管教不严，让你见笑了。你还有脸说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秦家子弟都敢对本王动手了！哼！月池妹妹，让你受惊了，你没事吧？秦远红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给我交代。今天这事，秦某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不过王爷今天到毕府来看舍妹，这事儿传出去不太好吧？秦某府中还有要事要处理，就不留王爷了。秦远红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今天这事儿，咱们没完！哼！不送。王爷，还有你们，该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去。是。是。走。哼！秦晨，长出息了，都敢动手伤人了。刀剑无眼，快收起来。
小梅，还在怪大哥吗？侯爷，月池不敢。当初你背着家里出去，又未婚生子，给秦家带来多大的影响？我身为家主，也是出于无奈才……月池不怪侯爷，一切都是月池自作自受。唉，过去的事不提也罢。今天的事，我可以暂时不追究。半个月后便是天星学院大考，你必须在大考前完成血脉觉醒。好让王都的达官贵人们都知道，我秦家的子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而不是废物。娘，娘，没事吧？娘没事。娘，你饿了吧？娘给你做点吃的。好。婵儿，快吃吧。慢点。婵儿，你舅舅官拜中郎将，封安平侯。他是一个极其铁石心肠之人。这一次，他没有罚你，不是他的行事风格。娘是想说，他今天表面上放了孩儿，但其实是等孩儿通不过学院大考，到时候更有理由一并处置孩儿。我的婵儿懂事了。娘，你放心，孩儿一定会觉醒血脉，然后通过学院大考的。娘相信你。以婵儿的年纪，血脉觉醒已无可能。但是，身为母亲，能做的只有相信她。婵儿，哪怕我们不在秦家，我也会。娘，就算你现在就要离开秦家，孩儿也有能力养活你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半分委屈。婵儿，你的修为怎会？孩儿在睡梦中修为好像有了些提升。睡梦。秦远红，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竟然帮着那个小畜生，还在那么多人的面前扫了齐王爷的脸面。你说说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你问我，我还没问你呢。你一天到晚在府中干了什么事？我还不是想让秦月池尽早离开秦家，省得那个小畜生以后霸占我秦家的家产。倒是你，竟然放过那个小畜生！哼，我就知道你们秦家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
秦月池做出这等人神共愤的事儿来，你父亲非但没赶他走，还将他娘俩留了下来。现在那小子也姓秦，将来定会威胁到凤儿的地位和家产。我这么说，难道不对吗？你也知道父亲记挂着三妹啊。今天你把齐王带到府里来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今天的事让他知道了，看谁能保得了你。难道就这么让那个小畜生在秦家待下去吗？所以我跟你说要忍。哼，秦晨到现在连血脉都未曾觉醒，此次学院大考，他必然通不过考核。到时我作为家主，即可将他赶出秦家。那时候父亲也不好说什么。倒是你，一天到晚尽在胡闹，真是妇人之见。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个妇道人家，只会坏事，能干什么呀？也对，秦家子弟个个武艺超卓，若是那个小畜生通不过学院考核，届时再将他逐出，到时老头子也无话可说。哼！秦晨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？哼！为了娘亲，必须尽快变得强大起来。第一步，觉醒血脉。夫人，那小子一直待在屋里，并未出去。属下要不要继续派人盯着？不必了，短短半个月时间，他又能掀起多大风浪？这一次，那小子铁定会被逐出秦府。哼！啊！无法觉醒血脉，原因无非有二：一是这体内的气脉太过稀薄；二是这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。这是我在神境之地得到的一把神秘古剑，传说是从天界流传下来的。你整日闭关不出，一定是在研究从神境之地带回来的神器吧？只要你留下它，我可以留你一条命。风少羽和上官希儿想要得到的，便是此物。这体内的气脉已经全部定型，想要觉醒血脉的话，这能破而后立。
晨儿，娘，我出去一下，去就回。注意安全。哦。可不要再惹是生非啊！终于到了。炼制天脉神针的材料十分珍惜，就是不知道这气殿里有没有。寻常人来到气殿，必定战战兢兢。此人年纪轻轻，气势不凡，想必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公子。这位公子，欢迎来到气殿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想购买几种炼器的材料，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啊？公子说笑了，连气殿都没有的炼器材料，您就是翻遍整个大玄国，也未必找得出来。公子，您这怕不会是写错了？我在气殿待了4、5年，这上面大部分的材料，我可从来没见过。这大玄国果然是地处偏远。我也将那几种高阶材料都换成了普通材料，没想到还是没用。若是不能炼制成天脉神针，就没有办法破而后立。公子，您在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跟你换几种材料吧。有笔墨吗？有，公子这边请。灵山郡主，郡主，灵山见过勤奋公子。郡主啊，你此次前来气殿，所为何事啊？家父让我来拜见梁羽大师。正好，我也有要事要找梁羽大师，不如我们一同前往。行。哎呦，这不是秦晨弟弟吗？听说你连血脉都还没有觉醒，怎么，这当不了一名武者就改行当炼器师了？勤奋公子，这位也是你们秦家子弟吗？灵山郡主啊，这位就是我姑姑的儿子，也是我秦家那一位私生子。原来是他。秦晨，这里可是气殿啊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几种材料你有吗？什么材料？让我看看。黑曜冥石，这东西价值1000金，你也买得起啊？还有这些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也知道黑曜冥石啊？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今天就让你开开眼。这是我父亲花了38000枚银币，从通天阁拍卖行买下来的，想找梁羽大师为我炼制一把宝兵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
秦晨，你连血脉都没有觉醒，出来肆意招摇，简直丢我们秦家的脸！你现在这语气，还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。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秦范公子，请住手。两位公子，这里是气殿，严禁私斗，否则不管什么缘由，都会严厉处罚。拜见梁羽大师。今天算你走运。拜见梁羽大师。炼气师，在下秦奋，安平侯次子，想请梁羽大师用黑曜冥石为在下炼制一柄宝兵。你想炼制什么？一柄3尺利剑。黑曜冥石乃顶级炼器材料，只需一点点便可。家父说了，此次炼制无论成败，剩余石料全由梁羽大师自行处置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多谢梁羽大师。梁大师，晚辈赵灵山，家父赵静，这是家父给您的一封信。原来是灵山郡主。这难道是？我和康王爷有些交情，他在信里说，你想成为我的弟子。是，晚辈想成为一名炼气师。我收弟子，向来不问身份来历，只问天赋资质。你若不合格，即便是康王爷的女儿，我也不会收的。晚辈知晓。那好，你跟我来吧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晋升。你习武已久，武道天资方面已经足够了，只要过了灵力测试这一关，我便答应收你为徒。现在，将你的灵力输入到这根石柱中。是。成为一名炼气师，最重要的是灵力天赋。唯有强大的灵力，才能在兵器中篆刻下各种铭文，使普通武器能够成为一柄宝兵。灵力强度够了，松手吧。接下来，测试灵力天赋，将你的感知融入到这块水晶中。还算不错。梁大师，我通过了吗？
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梁宇的第9名弟子。弟子拜见师父。恭喜灵山郡主拜师成功。多谢秦分公子。灵山郡主客气了，能够陪灵山郡主前来，是我秦分的荣幸。闲话说完了，你们2个可以走了。是。灵山，你跟我来。你叫梁宇？秦晨，你疯了吗？竟敢直呼大师名讳！大师，舍弟不懂规矩，还请梁大师见谅。你应该刚成为炼气师没多久吧？秦晨，看在你还年少的份上，我不和你计较。现在，给我滚出气殿！想要成为一名炼气师，就必须炼制一把宝兵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当年考核炼制的应该是一把火属性的宝兵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你炼制的是一把火属性的宝兵，我还知道你就要死了。秦晨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回去我禀告父亲，将你和你娘逐出我们秦府。梁大师，还请不要动怒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梁宇，只有我能解你的毒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绝对不会出手。你从何处知道我中毒的事？你运动真气的时候，天门、中枢2穴，是不是会感到不适？哼，真是可惜呀！好好的一个炼气天才，如今就要经脉尽废，变成一个死人了。你究竟是谁？师父，你没事吧？你们都给我退下！听到了吗？都给我退下！你刚才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考核时炼制的宝兵，主材料是赤岩石。为了中和赤岩石的灼热性，增强其延展性，在炼制过程当中，你增加了绿魅石。我说的对吗？绿魅石是制作魅毒的主要材料，最经不起炎性物质的催发。你为了通过考核，居然用了这等手段，如此投机取巧，如何配得上你炼气大师之名了？哼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一派胡言。魅毒并不致命，所以你当然无所谓。但是你为了解毒，服用了大量的解毒丹。解毒丹的主材料可是寒属性的空灵花，它非但没法帮你解掉魅毒，而且会让你的魅毒在体内巩固下来。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只是一名炼气师，又不是一名炼丹师。竟然被这小子说中了。为了驱除魅毒，我花大价钱购买了一枚特级解毒丹，谁知道服用之后，魅毒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浑身经脉都疼痛起来。不过你既然不肯配合，我又何必多管闲事？你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，准备好后事吧。且慢，这位逍遥，你真有解毒之法？你不是说我危言耸听吗？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阁下见谅。如果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带路吧。去哪儿？
你应该有自己的炼器室吧？我想炼制一样东西。这边请。啊！不知小友想炼制的究竟是何物？小友是从何处获得这张图纸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只管帮我炼制即可。墨迹还未干，莫非是什么传世之作的临本？不，即便是临本，光是这娴熟的笔法，也一定是出自大师之手。这精细程度令人惊叹，毫无瑕疵可言。你还要看多久啊？这神针的精妙程度远超想象，至少要炼器宗师才能炼制，我恐怕无能为力。这些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会指导你炼制。你？那炼制的材料用什么？就用你方才得到的黑曜冥石。这可是安平侯二公子嘱托我炼制宝兵用的，用掉了，我该如何解释？你自己应该有办法吧？再说了，是炼制神针还是宝兵，你应该心里有数。我要如何才能相信你？宜沉不宜急，运气的时候避开鸠尾穴。不出多时，经脉的疼痛会全部消除。确实好多了。此法呢，只会帮你暂时得到缓解。等你事情办好之后，我会将解毒的方法告诉你。别耽误时间了，开始吧。实在是太慢了，也在黑曜冥石上撒一些石华粉。石华粉，这东西撒在黑曜冥石上有什么用？岂不平添杂质，变成了一块废料？让你加你就加，届时跟杂质一起剔除即可。这可是你让我加的，废掉了黑曜冥石，可别怪我。愣着干什么？剔除杂质。啊！